今天开会的议题是改革北大的教学工作。这个话题呀，5年前是我当教育总长的时候提出来的，今天呢，才能真正的去践行。由此可见，改革之艰难呐。面对这么艰难的改革，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呐，那就是团结。改革的第一步是要成立学校的评议会，这个评议会由校长和各科的学长，还有教授评议员组成，在全校每5个教授中间去选出1名评议员，校长是评议长。凡是学校的重大事情都得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各种规章条例，决定学科费与利、教师的学衔，还有学校的经费预算等等，都得要经过校评议委员会。因此，我们要把各科的教授重新聘任，要把优秀的人才，包括国外的，我们都要吸纳到北大来，要裁撤那些不合格的教授，包括外籍教授。这个工作很复杂，所以我们要从文科先做起。请钟府先生把精力都放在这一块，尽快拿出具体的方案，交给校委会讨论通过。是。好，今天这个会议就先开到这儿。顾教授，这也散会了，咱们俩可以校园小操场切磋切磋，其他人可以练习。请啊！钟府兄，您请留步，我有话跟你说。来，我们坐下聊一下。钟府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你可知当下他使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时代？烫。先秦的春秋战国时代。哦，当时那个时代是个什么状况呢？西周灭，礼乐崩。当时啊，没人知道往下该如何走，所以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可是关键点在于，是那个时期啊，没有一个统一的王权限制，于是各种各样的学问就出来了。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于是争的就不亦乐乎。是啊，百家争鸣，好不热闹。所以啊，文化是政治的先导。钟府兄，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我们现在很像先秦的那个时代。无论将来发展到什么时代，它终将是以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新文化为先导的，也是以旧文化的决裂为基础的。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个文化呀，它是割不断的，它新文化只能在旧文化的襁褓中生长，对旧文化，它只是扬弃和革新，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搞清一色，要鼓励和支持百家争鸣。先生的意思是，北大要继续聘任这些复古派、顽固派的教授。是的，可是新文化是一个刚破土的小草啊，怎么经得起这旧势力的疯狂践踏呀？怎么了？你陈独秀都不自信了？你昨天是怎么跟我说的？我是说我渴望战斗，可是我真的不愿意跟这些思想顽固的复古派终日为伍。
你看这顾鸿明，一来就给我来个下马威，我当然要跟他约战小操场了。钟福兄啊，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呐。你知道，人和文化最复杂，在当今这么一个混沌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在为国家寻找出路，只是思路不同罢了。你比如说顾鸿明，尽管有人说他是铁杆的保皇派，满嘴的春秋大义，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顾鸿明对西洋文化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像你我这种在外国待了多年的人，应该是感同身受，是不是？蔡公一席话，受益匪浅。过奖了。还有就是你我这个越王会的同仁刘师培先生，他最近给我来了封信。这个人呢，他是著名的筹安六君子，而且还给袁世凯写过《军政府古论》。他给我来信怎么说呢？一是驳斥了胡适的文学改良主义，二是他积极地要求到北大来任教。这个刘师培呀，做了很多蠢事，不过他是一个读书人，全做稻粱而已。钟福兄啊，我的理想，北大，它要成为群贤毕至的学术大舞台，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滋生出健康的新文化。我请钟福兄到北大来任文科学长，概源于此。建民兄，哎，现在我非常怀念我们在一起做炸弹那时候。至少那时候你说话不绕来绕去的。我懂了，你的意思不仅要把辜鸿铭留下来让我跟他接着战斗，还要把复古派的老顽固刘师培也要请进北大来，对吗？蔡公匠心，我悉心领会，不负重托。谢谢钟福先生。同学们，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一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于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体，以为吾友之声援。其上大书特书无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历程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好，陈先生说得好。别动，别动！上课了都！别动，别动，别动！哎呀，哎，别动，别动！哎呦，上课呢都！快点，快活，快活！哎呀，你能挺多久？哎，是。显形是显形。哎呀，起礼，先生好。同学们好，坐。各位同学，咱们今天呢，奇闻共赏之。近日在美国，有一个叫胡适的黄毛小子，用白话写了几首诗，居然在鼎鼎大名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居然还获得了一片叫好，真可笑之极。我见此文，真是如见寂寂牛粪，
令人食不下咽；思之如茅棚蒙盈，惹人寝不安眠。故从即日起，我便要立一个规矩，那便是每日上课之前，我要用20分钟的时间痛批着白话文、白话诗，直到把它批到批抽为止。季刚先生，您扔在地上那本《新青年》不要了吧？那我捡起来行吗？您就当便宜我了。哎，等等，把它放回来。不是不要了吗？简呢？先生可以不同意书上说的观念，但是不至于扔书啊。什么观念？说的都是狗屁！我还要再扔它100次、1000次。简呢？简呢？先生，我来帮您捡。先生，以后你扔多少次，我就帮你捡多少次。这活我包圆了。得嘞。先生，您要是再扔，我也帮您捡。捡不捡？安静，坐下。同学们，咱们言归正传，用白话写诗。笑话，那就是痴人说梦，是白痴行径。诗是什么？诗的要义，诗的精髓又是什么？用一字而概之，那就是雅。白话又是什么？也可以一字而蔽之，那就是俗。一个雅，一个俗，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岂可同日而语啊？岂可鱼目混珠？先生，我以为文学呢应该是雅俗共赏，旧体诗和白话诗并行不悖，自由发展，岂不是更好？糊涂啊！这诗是诗，文是文，画是画，要用白话代表一切，那还要诗文做什么？还要北大做什么？你还用得着千里迢迢的从湖南来到北京上学吗？先生，现在白话诗真的特别受欢迎，女高师的学生每天都视之先生的诗不离手，而且他们组织了白话诗朗诵会呢。就是，我们北大学生会啊，也正在筹备诗歌朗诵会，很多教授都来参加呢。比如陈独秀教授、钱玄同教授，还有沈以沫教授都来参加呢。对呀，安静！郑仲夏，我来问你，你到底是谁的学生？是我黄侃的门生啊，还是那陈独秀的孝子贤孙？先生，无爱无师，无更爱真理。好，既然你说到真理，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真理。老师讲的就是真理，师道尊严就是真理。您那是强词夺理。郭新刚，你跟他嘟囔什么？他说你强词夺理啊！安静！郭新刚、邓中夏，你二人无视纪律，聚众闹事，辱骂老师，岂有此理？你二人给我消失！消失啊！粪土之强，不可污也。走吧，消失。好，同学们，咱们继续上课。今天讲《文心雕龙》，打开课本。
先生们、同学们，下面咱们开会。文科教授黄侃致信蔡先生，诉学生邓中夏、郭新刚扰乱课堂秩序，辱骂师长，背经离道，要求给予校纪处分。蔡先生责成学校牵头检查，弄清原委，并提出处理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蔡先生也亲自参加了此次讨论会。下面有请黄侃教授诉讼。刚才许先生是口误，不能说是诉讼。我们今天是个讨论会，应该是发表自己的意见啊，请黄侃先生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北大历来是师道尊严、有规矩讲规矩的学校，可是近来在所谓新文化思潮的蛊惑之下，部分学生思想混乱、纪律懈怠，竟公然在课堂之上起哄、辱骂老师，真岂有此理！是可忍，孰不可忍？主犯郭新刚、邓中夏必须受到校纪处分，以儆效尤。邓中夏、郭新刚，这必须他的脾气还有辱骂教授，是不是？真是师道尊严还有不学不和，脾气还有师道尊严教授，大家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静一静。请邓中夏同学辩诉辩论。你发言吧。各位师长，各位先生，我们并没有扰乱课堂纪律，我们只不过是不太同意黄侃教授对于白话诗的观点，以及他在课堂上对于《新青年》杂志的行为。我们在课堂上进行了一些交流和辩论，我以为这应该属于学术自由的范畴，而不属于什么辱骂老师。哎，邓中夏，你怎么能撒谎呢？你为什么不说实话？我证明，郭金刚同学确实辱骂黄侃教授是强词夺理。大家都看到了。对。诸位先生，黄侃教授在课堂上以一己之见攻击《新青年》和白话诗，说《新青年》是牛粪苍蝇，说白话诗的作者是白痴，而且说他的话才是真理，且不容置疑。这难道不就是强词夺理吗？大家静一静，静一静，大家静一静。陈学长，这是你们文科的事情，请你发表意见。这件事情的缘起是白话文和《新青年》杂志，我是重要的当事人，就是黄侃教授所说的最大的白痴，白话就是大傻子。那我这个傻子就保持沉默，不说傻话啊。各位，我看事情的原委已经很清楚了，谁是谁非已然不辩自明。我以为该受到处分的不是几个敢于坚持真理的同学，而是利用课堂泄私愤、骂大街又恶人先告状的黄侃教授。黄侃言语粗俗，行为荒诞，与北大的校训和蔡公的办学宗旨大相径庭，简直愧为人师。这样的人就该清除出北大。对，大家说是不是？我同意，是不是北大？我也该教授。不要喧哗，尔等闭嘴！钱玄同先生，严重的把黄继刚出于公心，维护国粹，驳斥异端，何罪之有？完全是奇谈怪论。那同学们拥护新文化，仗义直言，又何罪之有呢？谬论、政论、异端邪说，拥护新文化，天经地义。大家都坐下，都坐下，听蔡先生讲几句啊。
今天参加这个讨论会啊，我是没有准备要说话的。不过刚才大家讨论的非常激烈，啊，坦率的说，也感染了我。那我就说一些。我直言不讳的说，我认为这个讨论会很好，出了问题，自由讨论，集思广益，这本身是我们北大改革的一项举措。大家刚才讨论的是有关学校的校规问题，我们北大是有规矩的。我以为北大最大的规矩，那就是科学民主，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前提是什么？是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师生呢？兼容并包，就是大家都能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畅所欲言嘛。这应该是我们北大的学风。我相信，像今天这样的讨论，以后在北大会经常发生。我也希望像这样的讨论会，哪怕是再激烈一点，只要对教学有益，多多益善嘛。慢点儿，别摔着。把他俩踩着了。哎呀，这日子一有了盼头就过得飞快，3个月一眨眼就过了。这3个月我倒觉得挺久的，老是有人赶着跟我吵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得了吧，一个巴掌拍不响。知我者夫人也。夫人，别忙了，一来了就干这干那的，就不能歇息一下吗？我歇息了，这家什么时候能收拾出来呀？夫人，来过来歇息一下，喝杯茶。你那活放那儿我也能干。你干，你就会动嘴。哎，少给我添乱行不行啊你？你帮忙，越帮越忙。哎呀，我觉得呀，北京这冬天就是比上海舒服，屋里生了火，比外边暖和。上海的冬天，屋子里比外边还冷，年年的脚上都冻出好几处冻疮了。为什么？还不是出去摆地摊冻的。抹药了吗？抹了，但是他不听我劝，非得出去继续摆啊。哎，跟你说个有意思的事儿吧，知道吗？你走了以后，年年有一天突然上门来跟我道歉，说是以前我那么惦记他们，那么帮助他们，他都从来没有对我表示过感谢，实在太不应该了。还跟我说让我放心，现在他可以照应好自己，以后不会像以前那么逞强了。不会那么逞强，那脚上都出冻疮了，还摆摊儿，还不逞强？行了，他毕竟是个孩子，能这么想就已经很不错了。那天他跟我聊了很多，我觉得他现在确实比以前懂事，但是他现在很崇拜吴志辉，迷上了他的无政府主义，一心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现在带着乔年都住校了，不过他们还在新青年当编务搞发行，王孟邹也给他俩签了合同，按劳复仇，所以他俩的学习和生活都解决了，你就放心吧。去法国勤工俭学哪那么容易啊？法国正在打仗，什么时候结束还不知道呢。他们2个不能总待在那个法文补习班吗？以前我是为了磨练他们，现在看来，他们还是到北京比较适合。
我听吴志辉说呀，他现在正和蔡元培还有李时增策划在法国要办一所中法大学。要是这事儿弄成了，那2个孩子不就有着落了吗？不能什么事儿都听那个吴志辉的。那人看似粗糙，实则有心计，面善心狠，让人琢磨不定。延年不能跟他走得太近。不行，我得给他写封信，嘱咐嘱咐他。哎，你写啊？你写，我说你写。另外，去药铺再给他买几盒虎标沙油冻裂膏，一块儿给他寄过去。这还差不多。祝福兄，我们在琉璃厂给嫂子淘换了个老玩意儿。哎，小心！哎呦，哎呦，这位是嫂子吧？来介绍一下，李大钊，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才子，现如今跟张世钊先生一起编假银，也是我们《新青年》的同仁编辑。你好，赵师爷，北京高师附中的学生，首长的弟子，也算是你的校友。啊，你好，世言。郭新刚、白兰都是我在日本认识的小友。师母好，你们好。嫂子，您看看这个喜不喜欢？哎呦，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给您放在哪儿？啊，谢谢。那要不放那个卧室？啊，就那个房间。师爷，帮忙放进去。好，谢谢啊，真是好东西。想必您用得着。首长，我对你可是久仰了。你写的青春荡气回肠，我经常一个人独自吟诵呢，真是喜欢。嫂子，您谬讲了。其实您的诗我读过啊，婉约如李清照，让人心碎啊。哪是什么诗啊，就是些胡诌和发泄罢了。哎，我们先坐下吧，坐下以后你们再互相吹捧，好不好？哎，子美贺年，来见过大钊先生。哎呦，来，大钊先生。哎，两个小宝贝儿好，像你啊。拿着东西到那边去玩啊！你们先坐啊。好，来，首长坐。嫂子，哎，您来了之后，我算是解放了啊。此话怎讲啊？此话怎讲啊？您家这位到了北京以后，天天蹭我的饭。你说蹭就蹭吧，还东嫌弃我手艺没有您好，西嫌弃我手艺没有您好，搞得我这是心力交瘁呀。这3个月的饭，我也是吃得很崩溃。我听明白了，从现在开始，首长先生，您得经常来我们家吃饭，您得把他蹭的饭给蹭回去。今儿吃什么？首长，你这到北京也1年多了，该把家眷接过来了。是啊，首长先生一身英气，肯定和夫人郎才女貌，举案齐眉了。嗨，嫂夫人您是不知道啊，其实我跟夫人呢是娃娃亲。我10岁那年，家里头缺少女眷，就让我成亲了。夫人大我6岁，大字不识几个，是个地道的村姑。但是我俩感情很好，前后生过4个孩子，就是夭折了2个。首长先生品德高贵，令人钦佩。无论怎样，都要把家安顿好。你还是尽早把夫人和孩子接到北京来吧。其实我倒是有这个想法，但是现在北京局势不稳，军阀混战，过不再说吧。哎，北大现在正在重新聘任教授，你和高一涵一起到北大来吧。北大啊。你们文科这次报过来的聘任教授名单，我看了，不错，考虑得很周全。但是有一个问题，一下子报这么多啊，他教育部不会批。我想啊，我们还是分批次、分不同途径给予解决。比如，像刘世培啊、张世钊啊，可以在教育部备案了。啊，先生好，同学好。至于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名不见经传又没有学历的人，我们分途径、分批次给他解决。现在青年才俊主要分为3类，在美国的一般都有正规的学位，
在日本呢就很少有正式的文凭了，还有一些没上过大学，但是在国内小有名气，像刘半农啊、梁漱溟等。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这首诗的后2句，作为我们北大聘任教授的总原则。所谓不拘一格，那就是要先生好，同学好，就要学会变通各种方式和途径。你比如说张世钊、李大钊，他们正在办假音离不开。尤其是张世钊，他跟我怎么说啊？他只做北大图书馆的主任就半年，半年之后我让李大钊去接替，这样大钊的问题就解决了。再比如刘半农，他没有学历啊，那我们就聘任他作为预科教授。总而言之，千方百计地招揽人才，让人才都拢到北大来。是吧？现在有一些人才呢，在外地甚至是国外，一时还不能到位。我在想，是不是也要先考虑他们先进来，像胡适啊、吴虞这样的。那当然，胡适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既然有先生好，同学好，他既然有这个博士学位，聘任他破格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呀。你刚才说到外地，先生好，同学好，有一个叫杨昌济，你认识吗？哦，他在湖南长沙教书，爱丁堡大学的文学学士。同学好，哎，怎么样？我们把他聘任到北大来。好啊。易先生，易先生，先生好。易先生，你这儿都忙得怎么样了？您看这已经收拾的差不多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他是易白沙易先生，是咱们《新青年》的主笔之一，也是孔子评议的作者。先生，您好。你好。这位啊，是咱们的学生，叫毛泽东，他可是咱们《新青年》铁杆的追随者呀。这不，听说您来了呀，就缠着我，让我带他到您这儿来，向您请教一些问题。他呀，谈及国事，言中必有《新青年》，他还给咱们《新青年》找茬纠错。哦，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都揪出什么错来了？啊，先生，我认为陈独秀先生对《新青年》的6项标准呀不太全面。我认为至少要加上健壮的，而非体弱的。那些外国人不是经常说我们是东亚病夫吗？病夫是救不了中国的。好，说得好。有机会我一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仲甫先生。先生，谢谢您。这样，你们呢就先聊，我还有事要忙，就先告辞了。先生慢走。先生，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我呢写了一篇文章，想请您给我指点一下。好。啊，你请坐。好。体育之研究，国力年弱，五风不振，民族之体制日趋倾徙，此生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常事不改，弱且加甚。不俗啊，开篇不俗啊，还请先生多多指点。好文章，好文章，真是好文章！这还是我看过第一篇系统研究中国体育的文章。这对于推动新青年、新文化，还有我们推动的新生活，是有很好的效益的。老实说，我都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来。先生，您过奖了。这样，我给你写一封推荐信，
你把这篇文章寄给北京的陈独秀先生，我相信他一定会堪用的。先生，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写得不错，我就马上寄给陈独秀先生。至于推荐信，就不用了，我怕影响陈先生的判断。好，有出息。这篇文章呢，刘半农看过之后觉得写得不错，很有见解。但是呢，鉴于上没有关于体育研究之类的文章做参照，再加上作者还是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缺乏影响力，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再说。那你的意见呢？我的意思呢，是文章本身不错，但是呢，这个咱们这一期发的都是名家，可以先放一放。我不同意你俩的意见我觉得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体育研究的开篇之作对青年是有指导意义的。这个笔名28化生的作者叫毛泽东，才24岁，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了不起。这种文章的发表呢，对青年是有激励和促进的意义。我的意见这一期就发。好，我回去跟半农商量一下。还商量什么？直接发。各位，今天是我们北京大学第1届评议会议，议题是研究讨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聘任的名单。现在，请陈独秀学长来给我们就名单做说明。各位评议员，现在提供给各位的这份名单，是根据蔡先生确定的北大教学改革总体思路，在对文科各个门类顶尖人才的系统摸底的基础上，在针对我们北大文科建设的实际需求拟定的。按照蔡先生立足北大长远发展的指导思想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用人原则，我们这个名单对中青年人才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总的来说，这份名单大致包括3种人才：一是在学界公认的有成绩、有影响的专家，如张世钊、辜鸿铭、杨昌济、刘师培、黄侃等；二是国外留学学成或即将归国的已经崭露头角的青年才俊，如蒋梦麟、胡适、徐悲鸿、高一涵、李大钊等；三是没有学历但确实有真才实学且已小有名气的英才，如梁漱溟、刘半农等。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是一份分批、分等次、分不同聘任途径的大名单，实际上是一份资格名单，并不是我们马上就要聘用的名单。鉴于人数较多，且各位评议员对所列人员都已经很熟悉了，那我就不再一一介绍了。现在请各评议员履行职责，开始评议吧。我以为，北大教授的标准应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有些人虽然有学问、有名气，但是却甘愿做袁世凯的走狗，是臭名昭著的保皇党。这样的人，我认为没有资格做新北大的教授。德全贤弟，你这是想诚心砸我的饭碗啊？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钱爷，在座的和名单里，保皇党可不止我一个人呐！啊！你说清楚啊！谁有出口啊？你说谁是保皇党？还用我说吗？这还用我说吗？不辩自明呀！
对不起，钱先生，是我冒犯打断你的发言。你说的对，北大聘任教授要德才兼备，我完全同意。但是，你说保皇党即是无德，这我不敢苟同哎。当今中国变局转型，大家都在寻找出路，各种政见理应相互激荡。我北京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学问的地方，各种学术观点争论呢，它是个正常现象，正可谓君子和而不同嘛，更应该兼容并包啊。比如说，文化研究、维新还是守旧，都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啊。为此，这个先进的文化才能脱颖而出啊！陈学长，您是新文化的旗手，您说说看，今天在座的当中有哪一个因为是尊孔，他就是无德呢？我从来不认为尊孔即是无德。尊孔分为两种，一种是学问尊孔，一种是政治尊孔。这个孔子儒学原本是春秋诸子百家中的一个流派，一种学问，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嗯